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14号，星期二。随着纽约市的逐步重启，新冠疫情数据的稳定和全国其他地区反扑形成对比。但纽约市的医疗工作者表示说人们对单一病毒的免疫力了解不足，而且就纽约市目前的人口密度来说，距离群体免疫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切不可掉以轻心。那么群体免疫是指群体之中大多数人都有过感染，有了抵抗病毒的能力，而病毒基本不再会有爆发性的传播。目前专家估算大约是60%到80%，另外有25%到50%是无症状感染的人。即使在感染最严重的城市，感染的人数和总人口的比例距离群体免疫的临界点还很遥远。那么一个群体有低的免疫率，可以缓和病毒的传播，但是群体免疫的临界点则代表病毒它不会转为大规模的传播。传播快速的地区比率会高一些。当接触病毒有多种感染的方式，那么新冠肺炎是新病毒，感染过后确实产生抗体，但是是否再次感染或者抵抗病毒的能力能否维持，至今无解。绝大多数的纽约人实际上没有被感染，所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目前防守防疫的组合，那么社交距离、口罩遮面以及良好的卫生习惯起到了作用。那么截至7月9号的时候差不多21万5千名纽约人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死亡人数是18637例，另外还有4610例可能死亡。纽约州此前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抗体检测的采样，显示了全州的感染率约为 13.4%， 纽约市的感染率为 20%。 那么群体免疫它需要感染率达到 60%到70%，所以目前纽约州距离群体免疫还差得很远，而且现在还不确定感染后形成的抗体能够免疫多久，会不会二次感染。纽约州的州长科莫尔也表示说从理论上讲，随着人们恢复活动，感染率就会增加。感染率增加的情况下，那么只要不超过医院收治能力上限就可以接受，而且如果人严格防控，戴口罩、洗手消毒、保持社交距离，也能够有效地控制感染。那病理学家指出那么解剖罹患疾病致死的病患遗体，目前为止最引人注目发现就是出现了血栓的征兆。那么根据新冠病毒发病的这个原理那么解剖病患的遗体就有助于医师了解这个武汉肺炎如何影响人体。那么目前为止在经过这个解剖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新的发现。那么已知某些新冠肺炎的患者他会出现血栓问题，但是实际的程度和范围已经相当夸张了。那么爆发疫情的初期阶段临床医师除了注意到病患的血管和各种大血管里有很多的血栓，解剖的时候他们还看到这种情况的扩散，血栓不仅在大血管，在微血管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很夸张，因为尽管医生们可能会料到肺部有血栓，那么结果在做解剖研究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器官都有血栓。那么这种最新的报告它刊登在6月底发行的国际医学期刊叫做电子临床医学上。那么解剖也发现了大核细胞，或者称之为大骨髓细胞的异常情况。这种细胞们通常不会出现在骨骼或者是肺脏之外。那么医生在心脏、肾脏和肝脏里面发现了这种细胞，尤其是心脏。大核细胞会产生与血液凝固密切相关的东西，称为血小板。另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最近研究指出那么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诡异的转变。那么令受感染的人体细胞居然长出了触手，使病毒感染率它的速度加快。研究团队透过显微镜
拍摄的这个图片显示啊，病毒会先感染第一颗健康的细胞，让它变成了僵尸细胞，然后这颗僵尸细胞呢就会长出类似触手的丝状尾足，透过长满病毒颗粒的丝状尾足接触其他健康细胞，再将毒液注入其中，从而制造更多的僵尸细胞，加快了感染速度和效率。对此呢，领导研究加州大学细胞及分子药理学教授叫做克罗根说啊，这种病毒杀死细胞前，利用了另一个机制感染其他细胞，这实在太邪恶了。他表示说，虽然艾滋病毒和牛痘同样透过丝状尾足把病毒传播到全身，但是新冠病毒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出丝状尾足极不寻常，而丝状尾足呢，就像树干一般的枝状扩散，也很奇怪。哥伦比亚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叫做葛夫也表示说啊，他说病毒可能已经发展出2种以上能快速感染更多健康细胞的方法。此前啊，按照美国心脏医学权威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的叫做托布尔表示说啊，原本以为病毒只会影响患者的呼吸道系统，但是后来临床研究发现啊，病毒之后会跟着攻击患者的胰腺、心脏、肝脏、大脑、肾脏还有其他器官，这在之前是没有料到的。而且除了造成呼吸困难以外，那么这个 coronavirus 确诊者还会发生凝血异常的问题，可能发生血栓导致中风、严重发炎的症状，而且病毒还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头痛、头晕、味嗅觉消失、癫痫或者是神经错乱。那么最大的问题啊，在于部分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啊，他虽然不发病，但是病毒会悄悄地侵袭他的身体器官，主要是淋巴系统，引起了免疫力下降，还会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容易引起血栓。除此之外，这些人还会出现一些器官的纤维化，这种纤维化是慢性的，那么伴随着病毒的清除而结束，但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人会不停地发展，有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啊，他们的病毒清除的速度很慢，可能1到2个月都不清除。另外呢，那么新冠病毒已经出现了很多种突变，引起的症状也各有不同，对于各种器官的作用也有不同。现在病毒已经出现了分化现象，表现在病毒携带的基因片段和致病能力上。病毒演化在总体上沿袭了不断朝向恶性突变走，而传染性不减甚至增强，只是致病能力上表现不同。在东北地区的感染者呢，是以肺炎和发热为主，现在的表现少了，而以血管系统的表现呢多了。在这个中国东北地区呢，现在有鹿岛的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那么这个病毒啊，现在已经是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治疗指南来准确的描述症状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病的症状呢会更加的扑朔迷离，本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那么这种疫情让人类败得一塌糊涂。目前我们知道，全球范围内啊，已经有100多个团队呢正竞相研发新冠疫苗。那么世卫组织呢，在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透露说，全球已经有超过200个候选的疫苗，其中15个正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但是坏消息是啊，那么由于储存的这个疫苗所需的玻璃小皮不足，因而致使疫苗获得生产批准，恐怕它也无法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早在4月底，在全美国忙着积极抗疫的盖茨说，甚至连疫苗瓶灌装程序全球都没有足够的储备。那么全球性的玻璃短缺已经出现了。那么即使新冠疫苗真的被研发出来了，也无法及时有效的被运往世界各地。也就是说啊，疫苗是产出来装的瓶子不够，那么这种继而不能让需要的人都用得到。那么现在世界上到底拥有多少个疫苗瓶呢？那么4月30号啊，那么牛津大学的医学院教授叫 John Bell 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目前全球只剩下2亿个疫苗瓶了。那么这个疫苗玻璃瓶呢，那么正在
爆发玻璃瓶短缺的危机。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这2亿只疫苗瓶可不全是留给新冠疫苗的哦，那么还得留给保障流感、伤寒和脑膜炎等疫苗的供应。雪上加霜的是，疫情冲击下，那么疫苗瓶的生产链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疫苗瓶短缺意味着，即使新冠疫苗研制成功，全球还有将近几十亿人难以接种疫苗。那么疫苗瓶的生产能赶得上疫苗研发的速度吗？全球4大疫苗制造商，叫做格兰素史克、默克、赛诺菲和辉瑞，生产了全球将近90%的疫苗。在问及小玻璃瓶的时候呢，那么格兰素史克方面回答的还比较体面，他们说，考虑到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我们会继续与供应商密切合作，包括玻璃瓶的供应商。而默克集团的疫苗制造前负责人直接表示，生产任务难以解决。那想这事儿呢，我们都睡不着觉。而且以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人们可能需要不止1次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以增强他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也就是说，或许一个人他需要很多个疫苗瓶装疫苗。那么全世界目前有75.9亿人，到底有多少个玻璃瓶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大概算一笔账那么到底有几剂疫苗的免疫作用最好呢？那么疫苗能有多少渗透率呢？目前都不可知。如果你是渗透率50%，就换句话说，你要注射2次，那么就是说要用到70多亿个玻璃瓶。那么现在世界上仅有2亿个，还要供其他疫苗用的话呢，这差距确实有点大。所以呢，那么近来我们记得被免职的这个前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主任，他5月5号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已警告了美国卫生部，用来装疫苗的玻璃小瓶严重短缺，生产足够的小瓶来满足美国疫苗需求呢，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所以说疫苗还没到，那么容器却成了瓶颈。而且如果玻璃不好药可能遭殃。药用玻璃并不是像你想象的啤酒瓶子一样的好凑合的那么玻璃本身呢，并不是惰性的那么药品与玻璃长期接触会发生碱金属离子析出，什么砷锑铝离子会泄露到药液中。那么砷锑为有毒的重离子，而铝离子呢是老年痴呆症的重要诱因。并且疫苗不是普通液体，装在玻璃瓶里有几个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清洁卫生啦、耐低温啦、抗磨损啦、气密性好啦、不能产生化学反应啦等等。那么其中不能产生化学反应，最为关键的就是疫苗是化学制剂。那么一旦与玻璃瓶发生化学反应，就会被污染，产生安全隐患。所以这就要看玻璃的耐水性。就是说，玻璃的耐水性能越高，那么与药物发生反应的风险就越小。那么玻璃瓶的质量就越好。按耐水性由低到高，那么药用玻璃呢，可以分为钠钙玻璃、低硼硅玻璃和中硼硅玻璃。那装疫苗的药瓶应该用什么玻璃制作才最安全呢？答案是中性玻璃。那么这类玻璃呢，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它的氧化铝含量低，耐水耐酸，性能优良，对于药物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与药液长期接触过程中呢，不会引起 pH 值的变化，不会有沉淀物析出或者是玻璃屑脱落。所以这类玻璃称之为中性玻璃，而这类玻璃在国际上也称为一类瓶。那么影响玻璃性能的有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3氧化2硼的含量在 8.0 到 12.0 mm 为中硼玻璃，含有大于 12.0 的 mm 的叫做高硼玻璃，而中硼与高硼玻璃呢，都较好的符合中性玻璃的需求。那国际市场上，特别是欧美市场，注射剂包括注射用血液和血液制剂等，原则上都使用这个一类的玻璃瓶。也就是说，日常见的疫苗等水针剂的注射剂，按照国际标准都应该使用一类玻璃，也可以叫做爱类玻璃。那么中国说不缺，那么质量是什么呢？
那么根据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官方的微信透露啊，针对近几日的媒体关于疫苗瓶短缺影响疫苗生产的报道说是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呢基于疫苗瓶产业观察和行业数据，他们认为呢中国具备优质的疫苗瓶的生产的产业基础，年产量呢至少可以达到80亿支以上，能够满足新冠疫苗生产的需求。可是中国大部分的中硼硅玻璃是依赖进口的呀，那怎么可能还生产80亿支疫苗瓶呢？原因很简单，全球范围内短缺的疫苗瓶呢，和中国能生产80亿支疫苗瓶不是一回事儿。说的再直接一点呢，中国的疫苗瓶用的材料不是中硼硅玻璃。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啊，中国90%以上的药用玻璃瓶还在使用低硼硅玻璃。那么每年，中硼硅玻璃需求量是5万吨，自产率仅为7%到8%。那么中国药用玻璃制品目前主要还是以低硼硅玻璃和钠钙玻璃为主。那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药用玻璃生产企业呢，中硼硅玻璃的成本比较高，其次呢，中硼玻管的生产稳定性比较难控制。所以这种残酷的现实就是，欠发达的医药包装水平是医药行业内的公开秘密。那么中国每年生产的生物制剂、疫苗等各类注射剂，它的规模在300亿支以上，但是国内一年生产的相对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一类瓶或者二类瓶的规模也仅在30亿支上下。那么中国药企大量使用的是低硼玻璃，根本达不到中性玻璃的要求，还有钠钙玻璃。低硼玻璃呢，就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呢。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呢，他们中国企业研制生产了这种可基本满足当时药品使用要求的低硼硅玻璃，叫做3氧化二硼的含量在5到8之间。那么低硼玻璃装药一段时间后呢，就产生了晶体析出。那么碱金属呢，释出量较高，抗冷热冲击性能较差，也会影响药品的效果。可以说，低硼玻璃只能是中硼硅玻璃的较低档次、质量和性能的替代品。那么与中硼硅玻璃相比，低硼硅玻璃的稳定性要差很多呀。那么如果用低硼硅玻璃来装新冠疫苗，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污染疫苗，那可就不是救人了。那么现在欧美是已经强制要求所有注射用的制剂、血液和血液制剂，包括生物制剂啊，使用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做包装材料，而中国以往根本就没这方面的要求，导致中国国内的需求量增长缓慢，而中国国产的中性的硼硅玻璃市场它本身推广就举步维艰。中国当然已经有生产中硼硅玻璃的技术了，它具备大规模国产化的条件，而且能够承受这个中硼硅玻璃的成本。但是短期来看呢，那么中国的这个疫苗用玻璃瓶技术升级呢，还需要时间。那么你采用普通的低硼硅玻璃呢，比例还是会很大。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得要马上强制推行中硼硅玻璃。所以中国的疫苗研发呢，走在前列，应该也不会为这个玻璃瓶拖了后腿，但是要马上进行，否则来不及了。我们知道美国啊，川普正在考虑用这个对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其中一个选项就是禁止香港的银行获取美元，那么将它踢出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这事受到了国际金融业的关注。那么香港如果被踢出了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的话呢，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制裁破坏香港金融秩序的相关人员以及与之有业务往来的银行》。那么这个法案已经交到了白宫，等待川普签署。其中一个选项就是禁止香港的银行获取美元，把它踢出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那么外国投资者呢，将无法兑换美元也港元，而美元的流入停止了。那么美元是用于国际支付和央行储备的主要全球货币。如果川普政府最终决定落实这个举动，那么香港的金融业会遭到显著的打击。同时，港元和美元之间长期的联系汇率制度呢将会脱钩。那么香港目前实施的联系汇率呢，是实施于1983年，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优化措施，把弱方兑换保证呢由7.8调到了7.85。那么这个制度呢，将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定在7.8港元对1美元。但是汇价可以在7.75到7.85港元之间浮动。那么如果汇价升到了7.75港元，就反映了港元需求增加。那么同时触及了强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管局呢就需要卖出港元买入美元来维持港元汇率，反之亦然。
但是来自5家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消息说啊，中国的国有银行呢现在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以防美国通过立法制裁为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官员提供服务的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目前已经进行了最坏情境的预测。那么目前看啊，这些中国的国有银行呢，正在考虑美元来源呢被切断或者无法进行美元清算的可能，所以他们现在最大的老师就是伊朗。虽然中国银行呢有最大的美元敞口，列4大国有银行之首，手中有大概4330亿美元，但是他们已经感到了危机。那么现在呢，如果真的进行了港元和美元脱钩的话呢，那么现在市场上做空港元的大量的投机商已经在等待，准备第2次大规模袭击港元，想把港元的这个汇率价格做空。所以现在所有手中拿着港元的人，包括你有香港的以港元折算资产的人，第一想办法把它换成美元，第二想办法把香港的物业给它折算变卖，否则的话，在未来几个月内的危机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大量的国际的投机家已经群聚香港，准备随时做空港元，而香港金管局要靠中国大陆的美元额度来支撑，那么中国也需要美元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所以美元是很紧张的。那么难以想象能够把大量的美元从中国国内调出来支撑香港的。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